大家好，我是丹丹。这次我来到湖口，又开箱一个我觉得设计的很棒的房子，我们马上进去看一下吧。你敢相信吗？花费不到40万元就完成整个房子的装修。就多玛得，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他们家的平面图吧。这个客厅的感觉很不错吧？虽然花费不到40万，却拥有一整个房子的系统柜，还有更衣室。因为屋主呢跟设计师他们都不方便入境，那我们就请代理人来为我们解说这间房子的设计理念好了。代理人出场喽！嗨，大家好，我是代理人。那我想要问一下哦，这间房子是新成屋吗？是的。屋主大概是什么年龄段呢？大概在30岁左右。然后是附近这边的上班族对吧？对。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一次全屋的装修预算是控制在多少钱以内？控制在40万以内。对，因为我那时候有听到设计师说这一个案子花不到40万就完成了，我自己是蛮惊讶的，因为我原本没有预想到进来看到，其实做的蛮完整的哦。那这一次预算40万里面花的最多、最关键的是哪些项目呢？40万里面我们最主要是在我们这个系统柜，然后包含客厅跟餐厅这边。那当初我们在规划这个客厅的柜体的时候啊，是什么样的考量会把玄关柜、置物柜还有电视柜做在一起？因为一般玄关柜应该会坐在分开的地方吧？因为我们的电箱在我们的门口这边很靠近，加上入户的时候这边有一些空间限制，不适合玄关柜在这边做。我们把玄关柜再往前拉一点到这边，跟着我们的电视系统柜一起做一个整体的搭配。哦，所以像这个到时候其实也可以挂个画把它挡起来，对不对？是的，是的。那这整个柜体啊，就是因为我们装潢预算有提到是大概不到40万，那系统柜的部分整个占这里面大概花了多少钱？28.8万，很精准的数字哎，宅之所的一个方案，对不对？是的，那我可以看一下收纳的效果吗？可以，可以。好，那我们一起来吧。好，这可以吃吗？我主持说可以，欢迎。我不好意思，很用心哎。这个系统柜本身它设计上有什么细节啊？用的五金像上次一样是用 Balloon 对不对？对，用 Balloon。那除此之外，我们加了2组缓冲，所以在关门的时候，您轻轻这样子放下去的时候，它会自己缓和的。它不会直接撞上去。对，这个现在我觉得是很基本的功能，因为像我这种初路人啊，我通常都会这样蹦，然后里面排得很整齐的零食就会整个倒塌变骨牌。对，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甩门都没问题。那这样子特殊的造型，在一般系统柜里面比较少看到。这个是设计师的巧思，还是屋主自己有想法？屋主自己有想法，他可能在网络上我看到类似的这样的设计，应该说宅之所这边可以特别因为他的要求，然后去做一些裁切。来达到他想要的一个那个装饰的感觉。刚刚有提到啊，因为40万的预算里面，大概28.8万都拿去做系统柜了。天花板的部分我看好像就没有做嘛。那当时是怎么样去考量这个部分的？因为屋主比较希望预算花在一些收纳。天花板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改用轨道灯来做照明。好，那走线的部分，当然我们用白色压条做收敛。那但是局部我们有做木工的美化这边，例如说窗帘盒跟冷气盒，我们就用局部的木做来完成。冷气管线的部分，我们也是用白色的周边来把它收拾的比较漂亮，用同色系的方式，然后加上是浅色的漆，所以整个空间都被放大了，也没有复杂管线。那我现在也想看一下他做的电器柜。现在人啊，就算你不下厨好了，可能也会需要烤箱啊、微波炉。那这个餐厅的收纳柜啊，我看它功能性好像区分的蛮明确的，像这边就可以放电器嘛，然后这边是一个柜体。那这个当初设计上有什么巧思吗？当初我们其实这整面墙这边建商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插座的，没插座。对，所以当我们当时我决定把电器柜设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拉个砖回。那我们当然电器柜现在很流行，就是我们这边会做一个拉出的动作。那这个五金的话是缓冲的五金。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这边有餐边柜的话附上2个小柜子，那增加它的一些收纳的实用性。我自己没有那么常煮饭的人，那我有时候可能用微波炉或烤箱烤一烤之后，东西出来，我可以再放在旁边这边去备餐。像现在这种电器，它其实蛮耗电的。那如果你没有给它专用回路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设计都还蛮用心的，而且这个东西很重要，缓冲太适合我这种初路人了。抽屉也有吗？有有。
有对，所以其实我看到预算几乎都花在这上面了嘛。但是这个案子还有一个我最期待、最想看的东西，就是它有一个步进式的衣柜。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很厉害耶！现在这边是屋主的卧室，我们不方便拍人家的卧室，可是这边有征求屋主的同意，可以拍他的衣柜。这个是我梦寐以求的步进式衣柜耶，因为我自己本身啊，家里是没有在房间里面做衣柜的，可是它可以直接在自己的卧室里面这样拉开。一整个空间都可以在这里放他的衣服，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因为它设计到顶天立地了。那我现在好奇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我们代理人，代理人只会出现声音哦，因为这画面挤不进去，摄影师没办法再后退了。我现在想要问一下，就是这个柜体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啊，这个空间本来就适合，还是说屋主有什么要求？首先，这个格局上面的话，在卧室里面有这一块的一个区域。那屋主其实对他的卧室一直有希望有一个能够步进式的一个衣橱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空间，帮他做了一个步进式的衣柜。然后这边看，它是有灯条的哦，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哦黑黑的，我看不到里面是什么衣服。一点下去，看整个都亮了，很有质感呢。把它运用巧思设计成这个衣柜，真的很聪明。然后就可以这样拉起来，他这边化妆发好之后，然后再出面。那我现在呢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下设计这个房子的宅之所，这个屋主他好像蛮懂得沟通他的需求的，那他是不是在图面阶段就很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是的，他非常明确他自己的需求，所以他从一开始的付费丈量到下定的时间其实非常短，大概就1-2周的时间。就是我们报价完，他就几乎直接下定了。合作的过程都还蛮顺利，对不对？算是超级顺利，因为他很明确表达自己的需求，不管是配色、选色上面，他都很明确说他要什么样的颜色，然后整体的家具也有跟我做讨论，跟色系上的搭配，所以整体的完整度完成是很高。但是他全案的费用都压在40万里面啊，这个案子是真的把预算都花在看得见的地方。那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相关的需求找你的话，那也可以做到这么便宜吗？对，没有错，就是不是诈骗，就是我蛮多客户都说真的有那么便宜吗？那这个就是很实际的一个案例，它也是我们第一个采用我们19.8万的方案去做一个升级，可以针对客户的需求，再搭配我们的方案，再做一些些微的微调，对，所以可以控制在他想要的预算里面。如果说你有局部的需求的话，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然后再去做追加。有一些设计公司他们是先主打免费，然后接下来你什么东西都比别人贵。那你们追加的费用会很可怕吗？我们目前的话几乎都没有什么追加，然后像这个暗藏唯一就是因为原先的建商它并没有任何的插座，所以我们拉的线比较远，那就有稍微做一些那个工资的追加，那就是几千块而已，所以我们不会像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后来来找的客户遇到的问题一样，就是一开始可能受到一些免费丈量或免费设计的吸引，但是有些跟人家签合约，那签了合约以后发现说可能他后续报价比较高，他想要转换的时候，对方会跟他收取比较高额的设计费用，或是会比较高额的转换成本。那我们这边都没有，所以我们这边的话是采就是丈量也是付费制度，就是你真心有要帮我们用这些方案，那我们就是采付费丈量，那我们之后的施工是全额折抵。好，那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边了。如果你也是首购族的话呢，找宅之所设计真的是轻松愉快哦。喜欢这支影片，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下次影片继续跟着丹丹出去玩，吃喝玩乐不打烊，拜拜。